目前医生说他，因为他是重症嘛，比重症还要厉害，就是重症在上面的一级。医生说最好是准备200多万到300万吧，这是最充足的。他自己其实是有点知道，虽然他不讲，但他经常会问我，他说妈妈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好？我能不能快点好？然后我想去学校上学。那你口罩戴上10到20期间，人没有明显的出血，比如说像什么眼影啊、什么眼睛啊一直有出血不容易止的，那你肯定要输的。如果说人没有啥明显的出血的，10到20呢，能顶一顶，尽量顶一顶，因为输多呢，对于他后面移植的是不太好，也是不利的。那么你儿子是叫石头，是吧？对，小名叫石头。今年是多少岁了？4岁11个月，马上5岁了。哦，他现在是确诊的是什么病？确诊了是重型的、极重型的，就是再生障碍性贫血，就是骨髓无法造血。那么就是形成的原因也不太清楚。形成的原因有很多种。从他今年8月份第一次血小板跌到1的时候，然后我们有输了丙球，当时输了之后血小板涨到170了。涨到170之后呢，然后每个星期复查，其中有一次感冒了之后，就从170跌到了120。那么你们第一次发现他有不对的时候，他有什么症状呢？就是稍微轻轻的磕碰一下之后，他就会乌青或者紫色。然后我们当时只认为是男孩子嘛，磕碰也很正常的。对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的嘴唇整个就是下嘴唇整个紫掉了。哦，紫掉了。然后我们就发现有点不对了，我们就带他去医院看。哦，慢慢的才发现了。对。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大概有多久了？已经2个月。当时怀疑不是再生障碍性贫血，当时怀疑的只是免疫性的紫癜。哦，在你们当地看的时候。对，确诊是上个月在杭州做了骨髓活检之后确诊的。然后我们到上海来，最主要的是再做一次确诊，然后再选择在哪里做就比较一下，最后在哪里做。对，反正就是说，肯定这个骨髓移植是要做的了。对，目前医生说他，因为他是重症嘛，比重症还要厉害，就是重症在上面的一级，他的唯一的方法就是骨髓移植。那像他这样的病啊，现在小孩里面多不多啊？整体我们医生说比以前要多一点。那么目前的话，就是说医生说这个治愈率是怎么样的？如果找到匹配的骨髓的话，治愈率80%。然后最主要的是说，就哪怕一点意外都没有只怕他有一个排异和中间有一个感染。如果他出现排异的话，或者有感染的话，那进口药一天要2颗，2颗就要2万。医生说最好是准备200多万到300万吧，这是最充足的。那之前你也跟我讲，你们现在是卖房卖车了？对，我们车已经卖掉了，因为二手房也没有卖的这么快嘛。现在在亲戚朋友他们都有借啊。水滴筹现在也搞了。水滴筹也筹了，然后现在我们大概有，加上借的大概有70、80万嘛。就铁了心肯定要把自己这个小孩给治好了要。对的。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啊，你不卖车不卖房的话，谁掏得出来？根本没有办法，而且我们那个城市，我们的房价也没有上海这么高。我们现在还有贷款，房子还有贷款。就算我们卖掉房子的话，我们现在贷款去掉的话，我们就便宜卖的话，我们也到手也最多50万。那你们住哪里去呢？卖了？如果卖了，我们就租房子呀。租房子住啊？对，或者是住到我，因为我父亲他有那个廉租房，要不行就住到我父亲那里去。劳神伤财的这个。最主要的是希望孩子说能移植之后能好，这是最重要的。移植前面听你讲是他父亲的目前在配对。父亲在配对要10天之后出结果，但是医生也有说，配对之后父亲可能也只会有50%的合率。然后其实最好的是还是在骨髓库里找，而且在报告没有出来的时候，他如果血小板一低，我们就要输血小板，而且这个血小板也不能输多，输多了之后对他后期的治疗就会很麻烦。前面医生也说了，他现在就是说不好感冒的，对吧？对，他现在一感冒很危险，因为没有免疫力，不能感冒，不能发烧。他自己其实是有点知道，虽然他不讲，但他经常会问我，他说妈妈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好？对，他说我能不能快点好？然后我想去学校上学。因为他现在也不能再去幼儿园了。不能去幼儿园了。对，因为他现在就完全不能接触任何病毒。那么医生前面说，整个治疗期的话，大概如果顺利的话，要多久呢？进仓就是1个月，进了仓之后，他让我在上海要租房子，就是完全很顺利的话，就是要3个月；如果中途不顺利的话，可能要6个月到1年。
那么就是说，如果说80%的这个康复率啊，康复了之后的话，就是能和正常的小孩一样了。如果不出意外，配型好了，然后骨髓移植的好，不感染，基本上就跟正常的小孩子啊，可以恢复的。对。